上面是足甲，中间足甲，左边足跟，那边足底，这是腹轨、腹心，这个应该是腹乙吧？到祖先牌位写的，那当然是理气了，是吧？这是理气嘛？好，这也是一种理气，这是写的祖先牌位。我们再看还有没有理气啊？我们再看看上周的理气。还有其他的理气，我们还有大骨啊等等不说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把实用性的理气介绍清楚以后，我们再看看理气背后更细致的东西，就是设计与制作。因为咱们这个知美学堂很关注这个设计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设计跟制作，讲一下设计制作啊。好，先原料选择，你看，我们看这个原料。这张跟刚才那张其实也不一样，虽然我跟那个也是打了很多横框框，有没有看到？我问一个问题啊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商朝人就到了商朝晚期的时候，他们的玉矿在哪里？你比方说现在我翡翠，一说翡翠都知道缅甸嘛，那商朝晚期的时候玉矿在哪里？喝了。这个新疆那个是现在被否定，过去说是这个和田玉，现在认为和田玉汉代以后才进来，就跟那个通西域相关。商代的时候和田玉是没进来的，南阳就不是玉，南阳那是叫绿莲石或者幽莲石，它不是玉。所以呢，没有人知道商朝的玉器是哪里。商朝的玉料，当时我跟那个中科院的中科大的那个王长随先生，我们申请一个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科学联合装置，当时我们有几个子和题嘛，但是我们曾经想搞个课题叫玉的产地，后来发现研究不了，就是以我们今天的财力和资料储备，我们研究不了玉的产地，所以后来而且玉的产地本身也很，这个词也很，就是要求太高，所以我们刚才你改成叫玉的玉料的来源。那么现在看起来呢，你看这个图，你看你要仔细盯着看，你会发现我这个肯定不是随便做的。你有没有看到我左边这个框框里的玉料的颜色都差不多，对吧？它不透，偏灰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中间那个上面那个的颜色是不是也差不多？然后中间那个有三件比较接近，这两件明显上有麻点，这个是黑色的。然后右边那个也都不一样，这就是商代的玉料。你看商代的玉料，我们从肉眼看就能看出来它有好多种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当然我们可以用，比方说用红外，用近红外、中红外去检测。但是呢，我们既然那个肉眼都能看出它的区别，那时候它确实有多种来源。现在是什么呢？刚才我说了，那是夏王朝烧的，还记得吧？那就是夏王朝传下来的，他直接用啊，他用老料，就是用彝玉，彝是那个遗产那个彝嘛，彝玉用古玉，然后呢，绿松石，中国用绿松石的传统特别久，非常非常久，到商代绿松石就很多了，也可以用古，也可以用老的，也可以用新的。那么最底下那个呢，那个严格的说，那不是玉，那个是大理石。这种大理石呢，我有幸在河南安阳当考古队长的时候，我找到了它哪里来的，所以我知道它哪里来的，这个我找到了。那么中间那几种呢，它都用来做随身的拾音器，它对料的选择。最上面那个偏黄的那种玉，龙山时代用的特别多，就多半是早年被开采，然后商朝人拿来用，拿来改造。中间这个不像，就是
两种不知道，底下那个发黑那个估计也是用老的玉料，这是刚才我说的时髦的，用来改造出来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些全都是老的料。所以商朝人做玉的时候，他用了大量的老的料来做玉器。好了，剩下的就是这个，这才是商朝人真正的开采料。我知道这殷墟是一开采的料，它的料很像，你看没有，都是这个颜色发灰。然后我刚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商朝人开采这种料，但是我有3个证据证明它这才是真正商朝晚期人开采的。第一个证据，这种料特别多，特别多，最多的一宗，就它的量远远多于那几种所谓的遗玉老的料，所以说明他们当时开采过这种料。第二个，这种料留